我操！我操！太阳底座，它是隔一些特别对。等会儿，妈呀，还得搬这边住来了。我说你搬这边住来了。啊。那凉亭那儿有风。那凉亭那老人不让搭。老人不让搭。对。跑不了，可能1公里2毛钱吧。啊，那不打扰你。哦，行，不打。
哟，什么东西这么烫？那不是为什么？什么东西啊？我靠！什么东西短路了吗？刚才是？我操！我操！我靠！妈的！哎呦！我靠！我操，短路了！我操！吓一跳！我靠！然后放起烟花来了，还开始。我靠，剪刀这个地方都弄瘸了，剪刀都给弄坏了。是这样的吧？正负。OK。哦，短了那么多，怎么？我本来设计的时候，这个板子长度应该是刚好的。现在为什么短了？短了的原因就是，一方面是那个吸焊锡的时候焊的太多太厚了。然后一边厚，然后就是一面、两面、三面、四面，这4边同时厚了，就是厚了，所以这个板子
长度就不够了。然后第一串，耶，3.327，6.65，9.97，是3.3。OK。别再短路了，再短路感觉都要炸了，这电池。OK， 焊线，焊那个，焊保护板什么的都明天再来弄。哎，今天太晚了，还得做饭，还要去打水。因为今天买了肉，那个肉上午买的，要是晚上再不做的话，那个肉就得坏掉了，把它炒了。OK， 今天就都做到这里，然后把这2个小的给它贴一贴，给它粘起来。3.28 ，OK。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真有点像炸弹呢？就是那种你绑得越紧，
它爆炸的威力它就越大。所以，我本来打算这个长度是刚好是可以放这个，放这里的，这咋搞啊？去磨一下。这什么？16.41，哎，这个东西得调一下。哎呦我操！完了，完了，冒烟了！
这短路冒烟了！我靠，冒烟了！嘿，啊，糊了！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个电源吧。这外面的这个箱子是一个3防箱，一般是用来放一些镜头啊、相机之类的比较贵重的物品。然后我买这个箱子用来做电源，是因为这个箱子比较好看，但是这个箱子就是比较贵。这个箱子我记得买成140多块钱。我先把这个中间的这2个拿出来，这之前说过，一个是万用表，一个是焊台。先把它拿出来，然
后中间放了一些线，放一些线材，这些线都是自己焊的，还有点丑。当时就是节约材料嘛，当时有啥就用啥了，就没有单独买了，就用了这个。然后简单来看一下我这个面板的功能吧。从左边开始，左边就是一个开关，这是一个开关，然后控制了一个电压表，一个 DC 接口，一个 XT60 接口，两个点烟器接口。然后点烟器接口这里我加了一个这种，就是可以给一些手机啊、充电宝充电的，但是它充电比较慢。像这种接口如果是快充的话，它发热就比较严重。我这个买的是随便买了一个，很便宜的。然后这4个接口嘛，是通过这个开关控制的，所以它的电流是受这个开关影响的。这个开关允许的电流在10安左右，所以它只能输出120瓦左右的功率。然后这前面这有一个开关和这个开关是直接连在电池上的，连在电池上，它允许的电流就比较大了，它大概就能带480瓦的功率。然后这个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可以给我的踏板摩托车搭电用，因为我的踏板摩托车启动的功率是比较小的，它没有那种大排量的跨骑车的摩托车启动功率那么大。中间这一个是一个温度控制器，温度控制器控制的是我两边的这个风扇，我两边有2个风扇，设置了达到一定温度之后，这个风扇就开始转了。然后上面的这是一个升压模块。它可以把我这个电源的12伏的电压升压到24伏。这个24伏有个作用，就是我这个可调焊台，它左边可以接交流电，就交流电的接口，然后右边是一个接直流电的，但直流电它只能接24伏。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是一个 XT60 转 DC 接口的线。就是这个电源的输出端接到这个升压模块的输入，然后再找一根 DC 转 DC 的线，然后这个升压模块的输出端就接到我这个焊台的输入。关了。怎么没反应啊？我还以为坏了。好了 ，OK。这个升压板在刚做的时候去测这个电压，然后我用这个笔一下就把这个正负极一下碰到了，直接烧坏了，然后又换了一个。然后这个升压板为什么要用2个输入2个输出？因为这个 DC 接口的输入的电流是比较小的，然后这个香蕉头的输入的电流比较大，所以如果我用这个香蕉头转这个香蕉头的话，就可以，升压之后的功率就比较大了。然后这个 DC 的接口呢，它的功率就比较小。然后右边是一个降压的可调电源，这个可调电源我有一个特别的用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是一双冬季的手套，它是发热的，所以它里面有电池。然后它这个电池原本充电的是一根这种线，然后配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充电头，就是交流电转直流电的那种充电头，特别大，然后带在路上就很不方便。然后我有了这个可调电源之后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可以怎么充电。就这个电源的输出端接到这个可调电源的输入 ，OK， 就是这个外接搭线就是有点丑，特别是这个线用这个电胶布绑了之后更丑了。好，现在就启动了，就它可以调电压，可以调12伏以下的任何电压吧，就是它是个降压的。然后这个线插在这个电池上，
连接到这个输出端。因为这个电池它输入的电压是8.4伏，然后我就可以在这里调到8.4伏，然后我打开之后，它就可以给我这个2个小电池充电了。就不需要一个很大的充电头。就我现在带在身上的充电头只有2个，一个是手机的充电头，一个是电脑充电头，其他充电头都被我扔了。整个面板的功能部分，就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然后来看一下我最创新的部分，就是我这个线材收纳了。这个线材收纳我是想了很多方法，就想着如何把这些数据线能够收在一起，能够节约空间。然后最终选择了这个魔术贴加这种弹力绑带的方式。用魔术贴的话，它就比较灵活，它能方便的拆卸，也可以随意的就是拼贴组装。然后这个弹力带我是缝了不同大小的孔径的，就是这边是比较大的，然后中间是比较小的，它就可以放不同规格的数据线。然后用弹力带去绑数据线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不需要用这个去再绑一下数据线了。就正常数据线是需要用这种绑带去绑一下嘛，然后用弹力带它就不需要这个绑带了，然后就可以直接把它束缚的比较紧。然后弹力带下面我是缝了魔术贴的钩面的，这个箱子的盖子上我是粘贴的是魔术贴的毛面，然后就这样可以把它粘在一起。数据线的长短你可以通过魔术贴这样去左右调节，然后这个数据线收起来的大小你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孔径去放在不同的位置。而且弹力带本身是有弹性的嘛，就是即使孔径大小不够，你也可以把它拉的比较大，所以可以实现任意大小的数据线都能给它收纳的比较好。然后中间这一块我给它缝了一张网，然后这外面也缝了一个钩面，也可以粘一些东西。这个电源是我第一次做，应该是从电压等于电流乘电阻开始看的吧，因为以前很多东西都忘了，所以制作过程中有些地方做的并不是很好，大家做个参考吧。我觉得应该对于想做电池的应该是挺有用的。有些制作的步骤我还是剪得比较详细的。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就给我点个赞，点个关注吧。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下个视频再见。